各位棋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左马盘和第9局。结合前面视频的内容，我们就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红方出车，黑方也出车，进车过河压制。黑方马2进3，形成双正马。此时红方兵7进1，黑方上马，红方也上马。接下来黑方车1进1，快速起横车，将来形成了一个火力集结。此时红方采取兵5进1，意在打通中路，黑方进卒。目的回马踩着车，红方平车抓马，黑方进卒吃掉。那么前面我们在这里讲过了，如果说退车吃马的话，红方得不偿失，选择进兵，目的一意孤行。黑方在这里，先前我们讲了炮8平5的变化，本局我们继续讲卒7进1，先吃马，这先得一个实惠。接下来红方进兵吃掉，先手将军，黑方仅此称是。因为平炮或者说飞象，它都是直接给你吃掉。红方退车吃马，黑方车1平4，占据力道线。那么走到这里之后棋局有好几个走法，选择平兵将军，兵7进1，马7进5，还有车9进1。本局我们继续看它兵5平4，先手将军的变化。黑方选择飞象，相对于炮8平5来说，飞象更加具有反弹性。那么走到这里，红方接下来又有几个走法，可以说这个棋局变化非常的复杂，也是非常的精彩。前面一局我们提到红方马7进5，炮8平9以及车9进1。本局我们看红方第二个比较稳妥的走法，炮8平9，意在车9平8，快速出车。同时这一步平炮也有将来进炮打掉边卒，从空虚的底线扔一个底炮。那么在这里黑方果断分析自己的弱点，他现在被红方形成一个碾压之势，中路有炮牵制，然后这个车和卒已经深入队营，同时两个象被自己的车给卡住，所以说势在车4进5，势必要走这一步棋，即进车将来形成一个封锁，同时平车将来有抓马。红方出车，黑方进炮封锁。那现在看起来黑方这个阵型还是比较满意的，那红方在这里又不要仔细观察，因为黑方在这里将来立刻就有进炮下底，结合前方这个先锋小卒的话，势必能够破坏底线的阵型。那红方也是必然要走一步车4平2，先形成一个牵制。那么走到这里之后，现在是你掐着我脖子，我按住你。那现在双方又该如何继续发展呢？走到这里之后，黑方的这个小卒就显得比较格外闪闪发光，平卒威胁红方这个炮。那么棋局的走法选择直接进炮打势。当然如果说不分析一下，大家可能觉得稍微有疑问，我能不能炮5进2呢？这一步棋感觉很不错将来我平炮可以在这里拉住你的无根车炮，在这里进行得子。实际上这样走的话，看起来有边炮还能够打着这个卒，实际上黑方直接进卒。将来你平炮的时候这里直接进卒吃掉是一将军，你平帅吃掉或者说帅5进1的话，黑方都可以果断采取车8平7，快速弃炮形成前方双车以及这个炮进行攻杀。那通过弃卒的话，打破他老家的阵型，使得他缺一个单士，而且是帅位不安。可以说红方这步棋走的稍微有些大胆。好，我们就回到棋局的走法。那么在这里，当黑方平卒过来威胁红方炮的时候，红方果断采取一个弃炮，目的是要换掉这一个小卒。那黑方如果说想保留卒的话，再次进卒，他可以平炮打。当你进卒吃掉的时候，退炮全身而退，反而还守住了底线。所以说红方这一步棋走完之后呢，黑方直接果断采取称是吃掉。红方平炮打掉卒，打完这个炮在这里依然有将来平炮形成牵制，同时还有炮4平5中路
形成一个牵制，可以说红方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接下来黑方采取进卒，这时候如果说你平炮打的话，那黑方势必丢子的话，进卒吃兵将来威胁红方这个马。红方先吃掉，化解燃眉之急。此时接下来黑方平炮，红方平炮打，那他这里能不能平车吃象呢？看起来也很不错啊，我走这一步棋岂不是很好？如果说这样走的话，那黑方在这里完全再次可以弃子，直接平炮中路，形成一个空头炮。那现在前方车炮已经形成配合的杀势，你即便是吃马的话，这里一吃的话，将来平车一抽，你这个车还不得不砍炮。这样的话，一旦丢车，而且黑方这两个车以及炮形成一个虎视眈眈，所以说红方在这里吃象的话并不划算。那他这里走的比较稳妥，选择平炮过来牵制得子。那现在黑方想要形成手的话，不想丢子的话肯定不合适。你这个炮退回来结成担子炮，他可以先吃啊，吃完之后你打过来他进去吃，那显然黑方也要丢子，你退车回来看也不行。在这里可以说也是本局的一个关键招法。黑方采取了一个炮二退二，退炮打车。你吃我炮的话，我打着你车。那现在红方如果说你这里退车的话，我这里平车跟住你的马，同时还有进炮形成了担子炮。那么所以在这里红方一看只好选择简化局势。同时在这里可能将来还有平炮到中路，那他也只好选择平车吃掉象。因为这里我吃完象之后继续吃着马，同时炮打着车，这一步棋可谓是一招两用，而且形成一个先手优势，感觉很不错。那黑方选择平炮，这里同时再次弃马弃炮。那红方现在要不要吃呢？这里吃着你的炮，你逃炮的话，那显然中路要将军，然后进行抽子，不划算，也只能硬着头皮进车吃掉马。心想将来你重炮将军或者说平车将军的时候，我有必要平车砍掉你的后炮。那接下来在这里黑方有两个走法，可以说都是非常的精彩。首先我们看比较直观的就是平炮这里一将军，那红方平兵，仅此一步，你平车砍炮肯定是不划算的。那么接下来黑方并没有着急平车过来将军，然后实行一个抽子，而是先进车吃掉炮。这一步棋为什么呢？并没有选择将军抽车实际现在你有进兵吃炮，还有进车吃象，让给你吃，然后先手退个士，即便是你车兵把这里吃掉，那么黑方关键的一步棋就有车8进1，或者说是车4进2。将来平车中路一将军的话，很容易形成平顶贯杀棋。所以说这里是先吃炮，并没有抽车。那红方也只有仅此一步，先走一个车8进1，先守住下二线。此时平车将军，那他现在回马的话，显然平车要抽他这个车。如果说中间平车的话，那肯定也是被炮打，然后这里还有退车。那比如说我们看红方平车，你打我的，我上马吃你的，感觉很不错啊。实际上这个交换的话，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黑方现在可以不打你同时进炮打完之后，你进上马吃掉，这里还有一个后炮结成担子炮。当然在这里他还可以平车过来直接抽你这个车，你现在砍进炮打完了之后还是一个空头，即便是你砍的话不理会你，进车先吃掉这个车，一旦吃完之后始终黑方有双车，黑方比较占据有优势。那么在这里红方他还有一个巧妙的招法，选择象7进5。此时黑方平车过来抽车，红方飞象。这步棋就走得比较妙了。这里进行了一个格挡，当然如果说黑方抽这个车感觉也很不错那如果是这样走的话，他果断的可以把这个车陷到中间，然后保留这里有一个进攻之势。那接下来这里看起来这个车比较安全，但是黑方有这样一手先吃掉马，将来再次脱身。那现在他又该怎么走呢？
这里进兵先吃掉炮，势在必行。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吃象的话，这里退士，这个车啊就形成了一个低位车，并不占什么优势。此时黑方不理会你，选择平车将军。那现在你称士的话也不太合适啊，称士两个车啊都是还是可以抽他这个车，只能选择平车中路垫住。黑方退车，你这里即便是吃象或者说进兵吃士，目前来说你没有杀棋，那现在要打着这个车，他也只好选择飞象。那么接下来黑方平车吃掉，现在红方就会发现这里俨然是来不及了，始终这里跟你对着车，你还来不及吃象，进兵吃士无济于事。那这里始终有进炮打车，一旦打完之后，显然黑方啊是非常具有决胜的优势。我们继续看黑方的第二个进攻思路，平车中路一将军。现在红方这个炮啊又在八路车口上面，同时这里将军将来又抽两个车啊，他走的比较顽强，选择弃炮。那现在你平车过来抽的话，他这里反而有一个中路炮实行一个牵制，他可以平车先弃掉，平车吃炮的话形成一车换二，将来车砍双炮。黑方进车吃掉炮，此时这里又将军，那现在他还不好称士啊，无论称哪一个士的话都是平车吃掉马，依然是抽他这个车。那前方这个车啊，红方始终是想保留，所以说他在这里走的比较勉强，马七退五。你如果说平车抽，他正好把马跳出来，同时这里还要形成一个防守，护着两个车。那现在呀，黑方可以抽他八路车，比如说现在马五进七的话，看起来守住底车了，那我这里进炮把你这个车可以给你打掉啊，你这个马还不能踩，踩的话我进去吃，吃完之后啊，依然是黑方能够有优势。他这里走的比较勉强，马五进六，这步棋看起来很不错啊。你吃我车的话，我吃你车，但是黑方可以进车吃掉，吃完之后，显然红方在这里比较勉强了，也只能放手一搏了。进车砍向将军，这里选择退士，此时要进行防守了。始终这个炮是他的心头之患，上马拦炮，这是必然的走法。接下来还有上马挂角将军，然后平车吃底士，然后抽这个八路车。可以说红方在这里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如意算盘。同时他这里将来还有进兵威胁炮，那黑方车八进二，红方上马将军只能选择进攻了。平将起来的话，退车杀棋，平车吃士，请上二楼。走到这里看起来这个小兵能够进攻但实则这个小兵是没法动的。你如果说平到中路，正好炮瞄着你的帅，你进兵的话，平车给你砍掉。现在这个马他还不得不守住这个炮，那他比较好的话就是平车跟住底炮。当然我们这里平炮将军的话他务必要砍掉，所以说他选择回马挡住炮，将来伺机而动。实际上这个走法已经是来不及了，因为黑方可以直接平车吃掉象，将来下底炮，同时还有退车吃马。现在这个马就显得比较尴尬了，走又走不开，然后只能选择平车看守。那么接下来看起来好像有跳马将军抽子实际上这个炮拦住了，你没有任何办法。那么走到这里棋局发展到此可以说明黑方已经能够锁定胜局了。看起来红方是车马有冷招，实际上这里有一个中路炮拔不掉的话，他始终就没有这个进攻的优势。好了，棋友们，今天的棋局内容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金钩炮第6局。那么今天这一局金钩炮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佳独特的邪门招法，可以说打破鬼才思维，就看你能不能想得到。我们直接进入对局，红方金钩炮
黑方前面都是走炮2平5，本局我们看他炮8平5，这一个变化更加的精彩。红方上马护住中兵，黑方车9进1起横车，红方出车抓马，黑方上马。走到这里，红方采取马8进9，左右均衡出动子力。黑方车9平4占据力道线，红方进车巡河，双方排兵布阵，可以说旗鼓相当。接下来黑方行棋，黑方在这里过于心切，选择进炮过河，意在双炮夺中兵。因为红方一个单马守住中兵呢，势必红方在这里可以抢夺中路。此时红方并没有选择冲兵，而是直接平车过来抓炮。因为如果走7路兵的话，他可以平炮打掉3路兵，威胁底象，这样的话黑方连连夺先。那这里逼迫黑方也是推波助澜，黑方不得不平炮打掉兵。打完之后落一个空头，红方当然是不允许上马踩掉，黑方进炮打掉。那么好了，看起来这个空头炮在开局黑方在这里夺了一定的优势，但是红方这里有一招调转枪头平车，这里抓着炮，现在黑方这个炮就比较尴尬了。首先我们看他能不能进车来看守了，显然这步棋是一个眼光照，也为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红方可以直接炮8进1，这里进行一个打串。首先说明，你如果说平炮打兵的话，这里是打着你这个车又不能吃兵，正好9路马在这里起到了非常巧妙的作用。这样的话看守黑方势必会丢子。黑方在这里心想，我平炮打掉你的边兵，这样的话打掉你的车是绝对的先手之棋。红方车9平8，黑方再来一个平炮打车，准备腾挪让位。那么好了，在这里棋友们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如果说你是红方的话，这里能不能容忍这一步棋呢？红方直接进炮打掉马，可以说这一步棋下出了一个有气魄。黑方平车吃掉炮，吃完之后，接下来你这里没有中炮了，红方还架当头炮。此时接下来进车吃卒，或者说平车走开都有抽棋。黑方选择士4进5，先补后中路。那么好了，这里走完之后，先前这里打掉兵，反而帮助红方活通马路。红方上马，意在车给马生根，格挡他的2路车进车吃炮。黑方这里别无选择，直接平炮打掉兵。这样的话，将来双车通畅，能够牵制红方子力，同时炮还有闪击，势必还能还架当头炮。那么好了，走到这里，接下来一系列的运子技巧可以说邪门中的邪门。红方平炮打车，黑方仅此一步，车2平1，此时再次上马踩卒，这一步棋就走得比较微妙了。踩完卒之后还踩着车，首先说明，如果说车4平3的话，那么好了，平炮牵制住，1路车出不来，3路车又被牵制，将来马闪开的话，势必3路车还有一定的风险。那在这里又不能平车过来牵制，正好在马口，黑方选择车4进2，这里既逃车的同时反捉红方这个马。哪曾想红方在这里是有后手的，平炮再打车，车不想丢的话，仅此象3进1，这也是唯一的一步棋。此时红方乘胜追击，上马踩掉象。那么好了，这里接下来黑方他能不能出车呢？如果说出车过来的话，看起来双车同路非常的不错，但是这个马始终有跳马卧槽的威胁。在这里黑方又有2个走法，其中稍微眼光招的话就是退车，也是为了防止红方跳马卧槽。但是这样走的话，红方可以马上底线的话，炮打死车，马还踩着车，黑方2车必丢其一。但是这里又要防止红方跳马
卧槽将军的话，黑方选择平车，先看守住这一个点。此时红方选择兵七进一，这步棋看起来微不足道，实则非常的巧妙。下一步棋意在炮九平七，这里打车，如果车闪开的话，能够跳马卧槽将军。那这样的话，红方大占优势。黑方在这里心生一计，选择进车过来。那么在这里也说明一点，刚才进兵的话，将来还有车八进三的话，这里抓炮，可以说红方的子力非常的通透。黑方选择进车。当然呢，如果说臆想我们平炮的时候，他平炮塞住的话，那这里先飞完象，将来再进车捉炮的话，这个炮势必不稳妥。那么好了，这里走完之后，红方平炮打车，黑方平车塞住。接下来这一步棋红方又该如何展开进攻呢？前面我们在开局说过，红方是有一招鬼才思维，比邪门招法还邪门。棋友们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在这里进行思考一下。红方只需要走一步棋，黑方就只能缴械投降了。现在这里车吃着炮，红方到底要不要把这个炮走开呢？前方你这里马又不能将军，又没什么攻势。显然这里有一招调虎离山，打破我们的鬼才思维。进车白送吃车，而且是要强行吃对方的这个黑车。黑方能不能吃呢？如果说平车吃的话，红方上马，老将出来再次平车绝杀。显然黑方三路车他是不能擅离职守的。那么当红方进攻过来的话，他防守不住，只好选择飞象。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呢，棋友们再次思考一下，换作是你的话，相信你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到底是先平车吃车呢，还是有杀先看杀呢？这里最为欺负人的一招就是进马将军。眼看黑方这个车不能平车吃，也不能进车吃马，可以说到嘴的肉吃不了。眼睁睁的看着红方跳马将军，只好出来。接下来红方一招毙命。可以说今天这个运子技巧行云流水，非常的独特，让对方很难想到还有这么邪门的招法。好了，棋友们，这步棋这两个招法你有没有想到呢？如果说你觉得还不错，或者说你想到了，欢迎在评论区点赞交流，来个666，既是对我的支持，也是对你能力的证明，非常感谢。下象棋如何在开局就掌握主动权，控制先手优势呢？今天我们不妨来学习借鉴一下古朴局中秘非常精妙的开局的运子技巧。好，我们依然是顺炮开局，红方上马，黑方也上马。那么走到这里就和前面9局稍微有所不同的，前面都是红方车一进一的话出横车，黑方出直车。本局开始红方车一平二出直车的，黑方车9进一，此时红方车2进6深车过河。那么这一步棋按照我们现在的分析稍微有点突进，稍微有点莽撞。因为这样的话显得有点孤军深入，比较好的由马8进切形成双正马，或者是车2进4走巡河车接应自己的子力。但是这样走的话，他也是剑走偏锋，依然有他一定的优势。黑方车9平4先占据内道线，红方平车吃足压马。此时黑方比较好的走法由马2进3形成双正马。如果说红方进车吃马的话，红方可以进炮打中兵，反而把红方这个车给抽掉了。但是古朴选择了一个车4进6，就先手抓炮。这一步棋可谓是稍微有点不好。比较好的还有车4进6的进7的话，这里来卡住象眼逼近9攻，这也是我们前面走顺炮横车对直车的主要一个进攻思路。好，我们继续按照古朴的来，这里抓炮红方该怎么走呢？炮8进2升巡河炮，这步棋可谓是8路炮和前方的3路车是遥呼相应。主要目的意在炮8平3的话，这里攻击黑方的7路马。
一旦黑方的七路马受到进攻的话，势必红方中炮发出，能够实行一个先手一炮正五子。那么走到这里黑方又有3个应对的策略。第一是车4退2抓炮，第二是车4平2抓炮，第三是炮5平4。这里炮5平4也是摆脱牵制，也有飞象宝马这样一个变化。那么今天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变化，退车抓炮。显然在这里退车抓炮沿河18打巡河炮了，它是有多重作用，既可平炮打车，也可平炮打象。我们先来一个打乱他老家阵型。这里一打车，黑方马2进1，先抵挡一步。此时红方再扔出一把小飞刀，兵7进1。那么现在就试问黑方这个车该如何抉择，是退呢，还是平车吃兵呢？如果说你这里退开的话，红方进兵的话就腾开了炮路，暗藏有车9平3的话，依然是攻击7路马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此时干脆果断平车吃掉。吃完之后呢，红方象7进9就飞着这个车同样如此，车离开的话故技重施。但是黑方在这里心生一计车3平2，既卡住挤住红方的这个炮，暗藏有卒1进1吃炮，同时这里还有进炮打红方的这个马，势必一招两用。正在黑方非常得意的时候，红方巧设陷阱，马8进7就踩着黑方这个车使得黑方这个如意算盘打不成。此时他这个车又只得离开无可奈何，车2平6。好，那么相信走到这里高手朋友一眼就能够看出胜负已然明了。虽说目前来说没有攻杀，但是黑方在这里犯了一个象棋的大忌讳，这里朋友们也要稍微注意一点。我们在开局黑方这个9路车从这里走了很多的步数，反而影响其他子弟出动。我们可以看他老家的阵型目前他的车和马没有出动。我们可以看红方现在马路比较活通，这里车马炮子力非常的通透，显然在这里红方是抢夺了先手的优势。那么接下来红方顺势车9平8，这里抓炮，黑方选择炮2平3，这里就暗藏闪炮打红方的这个马。正在想黑方这一步棋高兴的时候，红方此时马7进8，这里借助9路炮打他的车，黑方无可奈何车打得很可怜，选择心生一计我就车6进2，这里顺势逃开抓你红方这个马。此时棋友们可以暂停一下手机屏幕。刚才我们说了红方占据了先手优势，那接下来该如何扩大呢？显然这里好像是要丢马。如果说你这个马跳开的话，他进炮打中兵，或者说你跳不跳开了，他都会打中兵。此时该如何解决呢？这里也是对我们的象棋的一个水平和思维的一个提升。好，思考的时间到，我不妨直接把答案走出来。这里就直接弃马，采取一个交换。这里踩着你2个炮主要是踩着你3路炮，还护住自己的中兵，使得黑方中炮发不出。这里一旦3路炮选择交换踩完之后，势必黑方7路马容易受威胁。同时在这里我们还给大家介绍一个小小的技巧，在开局红方这个马显然只走了一步同时这个马属于短兵器，黑方如果选择交换完之后呢，是用他一个长兵器炮换红方的这个马。所谓在开局炮胜马，残局马胜炮，没有谁开局就进炮打马，同时这样走的话势必容易遭到对方的先手进攻，所以说他只好选择平炮避让。那么此时走到这里之后，接下来红方又该怎么走呢？依然有平车吃马大家就不难发现这个9路炮此时就会发出非常大的作用。炮一旦过来的话，既守住自己的马，同时还威胁黑方的这个马。那么走到这里接下来黑方又有2个思路。显然车炮要夺黑马，黑方有马7退9，还有退车回来守住。我们今天先看他马7退9逃马的变化。那么这里一逃显然中卒失守，红方进炮就打掉。这里一将军，黑方也只好选择士4进5，先稳固一下。那么走到这里之后接下来这一步棋非常的关键，也是决胜的一招。
车8进8，这里逼近下二线也是卡住象眼。此时黑方选择车1平2，就跟我们对车。那么相信棋友们，无论你在哪一个水平都会发现黑方这个车只走了一步，我们红方这个车子力非常的通透。如果说对调的话，显然黑方在这里缓解了压力，同时他这里没有什么威胁。红方显然是不会跟你对的，闪车抓炮，既卡住象腰逼近9宫，同时也是锁住黑方的将门。那这里吃炮的话，黑方又该怎么走呢？这个炮显然不能离开，比如炮4平2的话，红方上马这里一踩车的话，那好，这个棋基本上就不用走了。显然黑方要在这里丢车，因为中路有炮牵制，典型的车马组合钓鱼马杀法。所以说他这里炮是不能闪开的。当然呢，还有一个变化古谱没有延伸到，我们也为大家走出来。他能不能进炮打掉你的士呢？这里打完的话，显然如果说你帅5平6的话，他这里可以进车实行双车错，在这里捣乱你的阵型，势必有一定的进攻。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这里打完之后，红方完全可以不用理会你，感觉红方好像是在跳马的话，你可以闪车下来，或者说是平跳马到这里过来，但是红方完全是不会这样走的。直接炮3平6的话，接下来进车就是个绝杀，底线有象无助飞，守不住底线，中路其他子力动不了，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绝杀。由此可见这个炮始终是不能动的。那么黑方在这里也只好选择车2进2，用车保住炮。此时红方又该怎么走呢？那么这里杀招已至，然而对手却浑然不知。今天最为精彩的杀法开始了，这里又有2个潜在的隐形的妙杀，有进炮打象杀法，还有进车砍象杀法，我们一一为大家分享。首先我们进炮这里一打，这里是一个闷攻黑方也只能回马吃掉。此时红方在进车吃马，显然这里中路有炮，平车砍中士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大刀剜心的杀法。黑方迫于无奈，赶紧退车回来守住士。那么此时走到这里之后呢，棋友们可以不妨再看一下红方又该如何行棋呢？显然他这个中炮就是个弱点，红方上马踩掉。此时这里一踩完之后，红方只要一回马将军的话，势必他不丢车的话也是很容易被绝杀。那么走到这里黑方已然是没有还手之力了，他只好选择了一个炮4进2，这里心存一个侥幸如果说红方退车吃炮，他平车吃马的话，依然是威胁红方的中炮。如果说红方不吃炮的话，他这里有一个平炮将军反而闪车退炮打马，这是黑方的如意算盘。但是红方在这里有一个弃车的妙杀，朋友们不妨暂停手机屏幕，可以看看这个残局杀法你是否会呢？好，我们直接公布答案，平车砍士，这里一将军弃车那么这里是平将吃还是退车吃呢？如果说退车吃车的话，显然跳马的话，马炮双将绝杀无解。那么显然是不能用车吃，怎么办呢？将5平6，此时再来一手进车绝杀无解，这里就成了一个闷杀。黑方老将被自己的车挡住了道路，大家觉得这个杀法是否精彩呢？接下来我们再为大家介绍第2个非常精彩的杀法。前面是用炮打象，此时我们再次用车砍底象。那么这里一旦砍完之后呢，接下来平车砍中士依然是暗藏大刀剜心的杀法。黑方没有理由回马不吃车这里一旦吃完之后呢，红方再次上马踩掉中炮。那么主要目的无论是炮打底象还是车吃底象，主要是进攻他的中炮。那么此时走到这里之后，红方再次只要以马5进3的话，就是个双将马炮绝杀无解。那么首先说明要阻止这步棋，黑方是马7进6，或者是退车回来挤住马。首先我们说明马7进6，它这一步棋是2步就能够绝杀，红方完全可以进炮这里采取一个闷将，
此时回马再次跳马的话，这里一跳马压马的话，马炮绝杀。由此可见呢，黑方在这里他是不能回马的，他比较好的防守策略也仅此退车卡住嘛。那么接下来走到这里，难道红方在这里失算了吗？没有后续的杀棋了吗？这里前面白白的浪费车了吗？此时来一个炮3平6，这一招棋可谓是借木搭桥，借助黑方的这个炮，显然进车下底就是个绝杀。那么黑方这个炮是进炮打士呢，还是平炮走开呢？感觉比较凶狠的就是进炮打士，这里既招惹红方平帅吃炮，同时还有平车吃马。但是在这里如果说这里进炮打士的话，红方完全可以不用理会进车将军。此时你能不能退炮打回去呢？如果说退炮打回去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红方跳马的话，就是马炮绝杀无解，显然这里进炮打士不太成立。好，我们依然返回来看他比较顽强的走法。那么在这里就是不能够打士的话，平炮闪开。此时红方又该如何采取进攻呢？显然你这里没有炮架车又进不了底呢，又该如何采取杀招呢？这里我们不妨借鉴一下，这里依然有一个弃车杀法。此时这里一进车一将军呢，黑方也只能平将出来，再次平炮一将的话，只能进车，因为这里是重炮，跳马绝杀无解。由此可见呢，红方在这里采取了一个弃双车的精妙杀法，马炮组合也是犀利无比。大家觉得今天这两个非常精妙的杀法怎么样呢？如果说觉得不错，欢迎点赞评论区交流一番。在此非常感谢各位朋友。